间谍影，我问你怕不怕？星爷那部食神电影最精彩的莫过于18铜人那一段了。生活中的板凳硬生生让这群铜人完成了杀人工具，星爷也是拿着板凳呼呼往对手身上招呼，战斗力直接提升至 max。 那么在现实当中，板凳到底有多强？它能做到一击让对手丧失战斗力吗？板凳这款武器在民间可谓是武器之首了。你要说它能有多大的伤害？讲道理，一个木头做的小玩意儿，就算在用尽，在不打击致死部位的前提下，最多也就让人断几根肋骨，让对手丧失战斗力。不过这也要看你自己有多大体力了。你要真是大力水手附体，说实话，用拳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但为什么能称它是民间武器之首呢？主要是它实在是太好获取了。你家里就算再穷，整个板凳坐一坐总是有的吧？即使家徒四壁，家里床板凳也会有几个。作为民间最常见的武器，触手可及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因此，许多武器流派也开始将目光放在了板凳身上。不得不说，这群人真的是为了收徒不择手段呐。这一套板凳功给我看的也是一愣一愣的。板凳功说白了就是基于板凳修炼的功夫。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板凳并非是平常的折叠板凳，使用更多的则是比较古老的长条凳了。板凳功流传比较广的主要是在南拳里，当然红拳中也有板凳作为武器的套路。不过既然是受众如此多的武器，不仅仅是南方开始研发修炼，就连少林武术、武当拳、峨眉派中也有板凳作为武器的套路。在少数民族中，比如贵州耆老族、布依族，也有板凳作为兵器的搏击套路，可谓是百花齐放，各有所长了。但在这里要辟一下谣了，什么折叠凳的板凳功，这些都是吹牛逼的，正儿八经的板凳功全都是长条凳啊，毕竟这玩意儿长啊。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长条凳用起来非常的顺手，而且在古代或近代，我们主要的板凳还是长条凳为主，所以千万别被骗了。板凳功的套路颇多，在演练时一般分为双把式和单把式。双把式为双手持凳腿，单把式为一手握凳腿，另一手握板凳中部。面对拥有长重兵器的敌人，一般采用双把式，一拦一架，一压一扣，一撞一击，夺敌长兵器得心应手。而面对短兵器敌人时，一般采用单把式。单把式撩、挑、冲、扫，横扫千军势不可挡，步法以马步、弓步、虚步为主，重腰马配合，连弓带手，稳且狠辣。技法有拦、压、冲、撞、挑、架、撩、绞、扫、扣等打法，不受场地限制，多练能腰马矫健，手法灵捷，强身健体，防身抗敌方便之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各门各派均有不同的招式套路。例如南拳派拳谱就有40多式套路，其中兼备了撩、挑、冲、扫，看起来颇有雷霆万钧之势。不过板凳功虽说招式并不多，但是学习起来需要很强的基本功，最重要的就是腰马合一。你没有一个好腰子，说实话还真练不成板凳功。毕竟无论是双把式还是单把式，都需要极好的腰力。我们在早期的邵氏电影中经常能看到板凳功的身影，例如少林搭棚大师中，和尚用搭棚功夫对付坏人的板凳拳；三闯少林偏手中，几个和尚的板凳拳对打；师弟出马中，成龙和元彪的板凳拳对打，都体现出了板凳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武器到底有多灵巧。不过要说板凳功的巅峰时期是什么时候，那当属清末宣统年间了。在这时，板凳不只是一种功夫或者家用物品，切切实实成为了战场大杀器。清末时期的政府非常腐败，导致民间多有祸乱。1910年冬，同盟会会员先锋大陆坝人温朝忠在鄂川边区大陆坝一带组建起以反清灭洋为革命纲领的农民起义军。陈再尧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亲自带领100多个板凳拳弟子奔赴大陆坝参加农民起义军。1911年1月7日，温朝忠率领农民起义军攻打当时的四川黔江县城，陈再尧带领板凳拳弟子一马当先，抡起板凳砸得清军鬼哭狼嚎，为革命军胜利攻占黔江立下了赫赫战功。开句玩笑话地说，就连前苏联也要给板凳立个功。
苏德战场上，苏联政委不给派发武器，人家抄着板凳就上了，给德军打的也是一头包，不过代价也是很明显的。苏军政委死的那叫一个惨。你别看板凳工上过战场，立过大功，但你要说他是无敌的，那我必须要跟你 battle 一下了。事实上，板凳虽然灵巧方便，再加上具备长度优势，确实不逊色于其他长重兵器或短兵器，但是它非常害怕师不龙。古代谚语有云：板凳勇猛势无比，兵器从中敢称雄。软硬家伙均不去，就怕遭遇师不龙。师不龙其实就是师布条，这玩意儿别看就是个布，但是沾了水之后，这玩意儿即可化身布棍。它的柔韧性非常好，非常难以折断，并且一旦被它缠住，非常难以脱身。这对于板凳来说非常不友好，毕竟一旦被布棍控制住凳子腿，板凳就很难再发挥灵巧的优势，甚至还会因此被人牢牢限制住。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纳兰元术就曾2次展示过布棍。在练习中，我们可以看到布棍在他手中收放自如，并且还有断木而自身不损的特性。在第2次展示中，布棍给死死压制住了黄飞鸿，数次将黄飞鸿手中的竹棍打断，并且一招将其徒弟梁宽击成重伤，直接倒地，就是往前爬都非常的困难，可见其威力巨大。所以当板凳遇到布棍后，可想而知劣势会有多大。无论是正面碰撞还是参打，布棍都能死死地克制住板凳的优势，板凳也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份儿了。不过板凳作为一款容易取舍并且好修炼的技能，布棍实在没法比。这要是没个几十年功夫，你想用布棍打伤人还真有点难。所以板凳方便好学，始终是现代最好的防身工具。更何况要什么技巧，老子拿着折叠板凳也一样是个好汉，这不比甩棍好使？折起来咔咔就是一顿干，打累了还能坐下来休息下，起来继续打，可谓是集休息和工作于一体，出门必备的居家武器，好用还不贵，盗贼也要退避三舍。就连真三国无双这款游戏里，也得给板凳2分薄面，出了个龙床戟的武器，让人啼笑皆非。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